朋友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有的人明明非常努力，待人也真诚，但财富总是守不住，好运气也总是擦肩而过？他们可能找过很多原因，甚至调整过家里的风水布局，但都忽略了一个最关键、最隐蔽的漏财破运的风水大忌。这个大忌不在你的房子，也不在你的办公室，而在你的心里。具体来说，就是你总想着去修复一段已经破碎的关系。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，修复关系难道不是一种成熟和善良的表现吗？怎么会跟漏财破运扯上关系？别急，今天我就要为你揭开这个被大多数人忽视的关于能量、磁场与财富的惊人真相。如果你正被一段剪不断、理还乱的关系所困扰，感觉身心俱疲、财运不济，那么请你一定把接下来的内容看完。这可能比你做任何风水布局都更能改变你的命运。我们先来回想一个场景，你是不是也曾经历过？曾经有一个人，可能是你多年的挚友，可能是你深爱过的伴侣，甚至是血脉相连的亲人，你们的关系曾经亲密无间，但因为某件事，一道深深的裂痕出现了。从此，你的心里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，你翻来覆去的想，是不是我说错了什么？是不是他误会了我？于是，你开始了一场漫长而痛苦的修复之旅。你放下身段，发信息，打电话，一遍遍地道歉、解释。你得到的却是已读不回的沉默，或者是对方正在忙的敷衍。你委屈，你怀疑自己，我是不是太小气了？是不是不够宽容？你甚至觉得，只要自己再努力一点，一切就能回到从前。朋友们，这就是我们中年人最容易掉进的第一个能量陷阱。我们总以为修复是智慧，挽回是深情，但我们忘了问自己一个最基本的问题：为什么我要耗费巨大的心力去修复一段已经让我伤痕累累的关系？这段关系真的还值得吗？从风水的角度讲，人就是一个行走的能量场，一个完整、和谐、充满正能量的你，才能吸引来财富、健康和好运。而一段破碎的关系，就像你这个能量容器上出现了一道裂缝，你不断地往里投入你的时间、情绪、精力，甚至金钱，希望能把它粘好，但结果呢？这些宝贵的能量都从那道裂缝里悄无声息地流走了。这就是内耗，是比任何外在煞气都更可怕的破财之源。你对他哭，你对他好，你以为用100分的努力能换回一丝温暖，但现实往往是他用100分的沉默把你彻底推开。这不是他绝情，而是这段关系的缘分已经走到了尽头。宇宙的能量法则就是如此，缘聚则合，缘散则分，强求不得。这就好比一个精美的瓷碗不小心摔破了，你花再大的力气用胶水把它粘起来，外表看似完整，但那道裂痕永远都在。它再也无法承受滚烫的热水，下一次轻轻一碰，可能就会碎得更彻底。人心比瓷器更脆弱，破了就是破了。你所有的修复动作都只是在重复地割伤自己的手。我认识一位企业家朋友，50多岁了，事业有成，但他心里一直有个结。10多年前，他和一个曾经亲如兄弟的合伙人因为一次误会闹翻，从此分道扬镳，多年不曾联系。前段时间，在一个老同学的聚会上，
他再次见到了那位死党。在去之前，他内心激动又紧张。他想，这或许是老天给的机会，一定要借这个机会把话说开，重新修复这段兄弟情。可是整场饭局下来，对方只是对他礼貌性的点头微笑，再无一句多余的话。那种客气比争吵更让人心寒，整个场面尴尬到了极点。回家的路上，他把车停在路边，一个人在车里，眼泪忍不住地掉了下来。但他后来告诉我，那不是伤心的泪，而是一种释然的泪。他终于在那一刻彻底明白了，有些人，有些关系，不是还有误会没有解开，而是你们的生命轨迹已经再也无法交汇了。那段关系的章节早在10年前就该翻过去了，只是他自己迟迟不肯为那段往事画上句号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？人生就像一本书，不是每一页都值得你反复去读，有些篇章读过、感受过就足够了。当你不再执着于去修复和任何人的关系时，你才真正开始修行你自己，而这才是改变命运、聚集财富的真正开始。佛家有句话说得好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你看看，那些你拼命想留住、放不下的人，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他们有的早已忘了你，有的早已奔向了新的远方，有的甚至只是把你当成一个偶尔记起的过客。可你呢？却还在心里为他留着一个重要的位置，天天打扫，日日盼望。这样累的是谁？伤的又是谁？你修复关系最终的代价是什么？是你花掉了自己一半的人生能量，却换不回任何对等的回应。你把这些宝贵的能量，这些本可以用来创造财富、滋养健康、提升智慧的能量，全部耗费在了一个错误的方向上。这难道不是最大的漏财吗？那么，真正的智慧是什么？易经告诉我们4个字：穷则变，变则通。这不仅是事物发展的规律，更是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至高心法。当一段关系走到了穷途末路，让你感到痛苦、内耗的时候，就说明这条路已经不通了。这时候，你该变的不是想方设法去改变对方，而是要改变你自己的方向。你想修复，是因为不甘心，是因为舍不得，是因为你还抱有期待。但宇宙的规律是，万物皆在流变，物极必反。一段关系到了尽头，你还死守不放，那不是深情，那是逆天而行。你不是在爱，你是在执着。所以，别再等那个永远不回你信息的人了，别再试图跟那个每次都让你心累的朋友解释清楚了。你该修的，从来不是他，而是你自己的内心，你自己的能量场，你自己的那颗星星。怎么修？与其把精力用来琢磨别人，不如用来关照自己。问问自己，我为什么这么害怕关系破裂？我为什么那么需要他的认可？当你开始向内探索，你会发现，很多你想修复的关系，背后投射的都是你内在的匮乏与不安。你不是在修补关系，你是在对抗那个曾经被否定、被抛弃的内在小孩。当你把自己的内心修得丰盈、圆满，你就不再需要从外界索取认同。一个真正内心强大的人，不怕任何关系的结束，因为他知道结束意味着新的开始。曾国藩老师讲过一个故事，2个人曾经无话不谈，后来因争执分开。其中一人痛苦不堪，不断写信道歉，
对方却毫无回应。他问老师：“我错了吗？我这么努力，他为什么不理我？”老师淡淡地说：“一只手是拍不响的，你一直伸手，他却缩回去了，那就别再拍了。”你看，这个智慧多简单。当一段关系需要你单方面耗尽心力去维持时，它已经不是关系，而是你的负担和自虐。这时候，你该做的不是再拍一次，而是收回你的手，拍拍自己的心，告诉自己，我值得更好的关系，而不是一再的去证明自己。道德经说：“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”真正高级的智慧，不是抓得有多紧，而是放得有多开；不是逆水行舟，而是顺流而下。对方已经沉默，你还要拉着他说话；对方已经走远，你还要扯着旧情不放。这本身就是在做一件最不合道的事情。真正的道，是看见情势的变化，接受事物的消长，然后调整自己的方向。你若顺势，万物为你让道；你若执着，万物皆来挡你。别再逆水行舟的去修感情了，人生这条大河会自己带你流向更好的方向，只要你愿意放下那个错误执着的船舵。所以朋友们，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，核心就在于一句话：不修复任何关系，不是让你变得冷漠无情，而是让你终于明白，爱的反面不是恨，而是不再纠缠。关系的尽头不是遗憾，而是释怀。到了中年，你会越来越发现，人生不是靠经营关系过日子的，而是靠能量管理活得清明。什么叫能量管理？就是你清楚地知道，什么人会让你内耗，你就要远离；什么话会让你反复自责，就不要再说；什么行为是在讨好别人，就要立刻停止；什么关系已经破裂，就不必再修复。这不是逃避，而是一种深沉的清醒与慈悲。因为你知道，你来到这个世界，不是为了修补所有的破洞，而是为了建构一个让自己安住的内心世界。当你不再渴望谁回来，不再等待谁改变，也不再讨好任何人来给你爱的时候，你就已经有能力成为自己爱的源头，力量的源头。你的内心会变得前所未有的平静和强大。记住，人生真正的修炼是学会在一个人独处时，内心依然安稳，是学会即使关系断了，心还是柔和宽广，是学会放弃修复别人，专注于修补自己的内心漏洞。这样，你才不会在关系里反复内耗，反复被伤害。你才会越活越通透，越来越靠近那个完整的自己。与其在关系里委曲求全，不如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样子。你不再向外索求，也就不再害怕孤独，因为你知道，我就是我自己最亲密的关系，最稳定的依靠，最圆满的归宿。最后，我想把今天所有的内容浓缩成一句话送给你：你来这一生，不是为了修复每一段关系，而是为了修炼一个更自由、更富足、更强大的自己。人生没有白走的路，每一段关系，每一场离开，每一次心痛，都是你走向真正成熟的阶梯。不必再追，不必再问，不必再苦苦哀求。你只需要告诉自己，从今天起，我不再修复任何人，我只专注修炼我自己。我值得一段不需要我卑躬屈膝的关系，我活着是为了清明智慧地遇见那个对的人。当你真正这么想的时候，恭喜你，你的好运和财运就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。
因为你终于成为了自己最好的风水。